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知道2023年最愚蠢的行为是什么吗？先思考一下，到底应该在房价调整微微下跌的时候买房呢，还是在房价暴涨的时候买房呢？如果你想不明白，你就反过来想嘛，到底是在房价暴涨你有钱赚的时候卖房呢，还是在房价下跌你亏钱的时候卖房呢？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肯定是在有钱赚的时候获利啊。但是很多人却在今年疫情、升息，所有不利因素都快要结束的时候，把房子给卖了。然后很多人过去一直买不起房，而现在房价调整来到他们可以负担的水平，终于可以买得起房的时候呢，他们却装作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他们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房价只会一直的下跌，直到完全的崩盘。那你相信吗？这个所谓的画面到底是一种梦想、幻想，还是真实会发生的情况呢？现在连政府都打击房价了，政府都站在了广大市民这边了，那些资本家、炒房客、有钱人的财富都将会进入到大洗牌了，这是不是你最想要看到的画面呢？对的，但跟你有关吗？财富是真的进行大洗牌了，只不过这一次也会跟以往的一样，富人更富，而穷人依然贫穷。被洗下来的是那一堆在危机里面被瞎呼卖房的中产，而踩着那些中产上去的是那些在危机里面把握机会买房的人，他们将会直接跨越成为富人。为什么？都2023年了，买房还可以致富吗？如果我买完房以后下跌了怎么办呢？扫地僧，你是不是因为买了很多房想要出货，所以才会鼓励我们买房来接你的盘啊？说实话，我在去年12月是多拿了240多万美金买了2套房子，但是我在香港买的是送给我父母的礼物。那现在那边的市价反弹嘛，按照成交过的市价，我每一间就赚了20多万的美金。那我会不会卖？我不会卖的，因为第一，香港那边规定要3年以后才能卖，但3年以后很大的可能我也不会卖的，因为我投资完的是现金流，我赚的是租金带来的被动收入，所以其实你买不买房子都跟我无关，对吧？我只是想要分享我在世界各地投资房子的思维，有价值的房子和资产，不限地区我都会想要去买，是实打实有付钱去买回来的教训。我不会去预测房价的趋势，因为我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预测房价的人都是在害人，他预测错了是不需要对你负责任的。我这部影片只会告诉你投资房地产的整盘大局，房价上涨和下跌，我会分别如何去布局。其实很简单的区分了，没买过房子的都会用一大堆数据指手画脚的证明房价会崩盘。你买不起就买不起嘛，不要去吓唬别人卖房，这不是害人吗？但凡自己手上有1套物业以上的，都不会对外唱衰房市的，因为这不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所以选择资讯是很重要的。你想要去意淫的，这里不适合你，但如果你想要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企业家、富人的资讯呢，你可以跟其他5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首先我告诉你，政府打房是反利益的行为。你知道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吗？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财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财商看见事物的本质，从而去找到投资的机会。要做到这一件事呢，就要抛开表象，忘记你在各大媒体天天给你洗脑的词汇，什么少子化、经济衰退、打房等等的表象，不要抓住一个关键词就大做文章。我们要正本清源，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富有？有人说是钱啊，对的，美元是，它只需要印钱就可以买下全世界的劳动力。但是除了美元以外，印钱的这个行为只会带来通胀，不会带来财富的。比如说今天你拿着几千个亿的津巴布韦去买美国的芯片，美国是不会搭理你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你的钱就只是一张纸，所以你只能用你的粮食、煤炭，你生产的产品拿去换成美元，用美元去买，别人才会要的。
那么归根到底，劳动力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简单点来说，就是整个国家的人愿不愿意出来工作，他们工作的价值和效率有多大。比如说你发明了 iPhone、Tesla 的汽车、ChatGPT、台积电的芯片，那这些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那如何才能让一个国家富有呢？劳动力的剩余越多就越富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你一个月$10,000的薪水，你衣食住行支出以后呢，剩下来5000块，那这5000块就是劳动力的剩余。这5000块如果你不用，那么就是国家的，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国家就会要想办法把你这钱留下来，而且要越多越好，这样国库才会有钱干大事。那怎么办呢？有人说刺激消费，然后征税，那这点税呢还不够塞牙呢。而且民众买东西变贵了，那他们是不是会索性出国旅行，然后到别的国家去买呢？那这5000块就会变成了其他国家的财富了。所以我们看古代强行征税的结果就是会激发矛盾，就是你挨家挨户的去收，人家不给你，你是不是要去坐牢啊？这个成本不是更高了吗？毕竟有免费的住房，免费的餐饮啊，那收钱而已嘛，干嘛劳师动众的呢？巧妙一点，在春秋时代有一个人叫管仲，建议把食盐收归国有，这东西呢只能国家去卖，然后把这价格提升一下，这就可以不知不觉的把钱收上来了，也没有什么成本。所以国家卖铁、卖丝绸，还有当你没有工作，我让你过来修长城，其实也是一种免费收集劳动力的方法。有了这种思维以后呢，一个伟大的产品房地产就因此而诞生。土地的成本几乎是零啊，你要做的只是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然后把它卖给建商就好了。这个就是你会收到的第一笔钱。那这些建商呢，就会在土地上面盖房子，把每一层分拆成一个单位，然后包装一下就销售给民众。这时候你就可以向民众收第二笔钱，也就是房产税。所以为什么我们成家的时候就要买房啊？这个从古流传至今的概念到底是谁传递给我们的？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全款买房的话，就等于说你把过去以及当下所累积下来的劳动剩余呢，都换成是房子。如果你是选择30年贷款的话，就等于把你未来30年的劳动剩余都换成是房子了。简单点来说，就是用一套房子让你不敢怠慢的继续工作下去。那如何让你心甘情愿的去买房子呢？就是在你的房子附近建立一个商场、办公室、学校、地铁、医院、体育馆了，对吧？让你那个低端的需求提升，供应不变的情况下，你什么都不用干了，房子升值就替你赚钱了，这样你才会觉得爽，你才会继续的买下去，继续的工作下去。这样国家才可以收集到大量的劳动剩余，然后才可以有库存去搞军事、科研、航空，还有什么高铁、网络、水电等等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比几十年前的人更加富有呢？生活过得更好呢？以前我祖父的那个年代连肉都不舍得吃的，现在谁不是每天吃肉啊？那么你觉得一个政府打房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获得人民的支持啊，然后呢，每逢什么时间点都会出现打房呢？我猜你已经想明白了。所以一个国家房地产越火热，就代表它发展的越好。如果你是真心的想要支持国家的发展，买房就对了。这时候你还是可能会觉得我这个结论很武断。30年前，日本单纯只是东京的房价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了，而东京只是占据了日本面积4%。当时东京的房价是美国房价的4倍啊。那之后呢，上一部影片就说了，美国剪羊毛，让日本的房价直接下跌。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只是暂时的，是一定可以恢复的，因为日本的土地小，人口多，然后科技还继续的创新，房子作为刚需品，房价不可能一直跌下去的。所以很多人在泡沫破裂之前呢，都冲进去买房，结果呢，房价直接崩盘，1亿的房子只剩下几百万的残值。但是这些房奴还要继续的面对房贷，导致日本的老人都要出来工作。而此时此刻，很多地方的房价，比如说是内地啊、台湾、香港等等，都已经比日本更加贵了。但是这些地方的普通毕业生的薪水呢，却比不上日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薪水都比日本人少。
但是我们却要住比日本人更贵的房子，这个现象正常吗？房价这么高不去解决，那这个泡沫不是会随时爆破吗？对吧？很多唱淡楼市的人是不是经常跟你这样说呢？甚至讲的还没有我那么恐怖。对的，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对不起，在深溪这段时间呢，房价的数据是下跌了，但是数据是怎么计算的你不知道。如果你真的去看一下房，你会发现就算房价下跌了也轮不到你去买，因为买不起房的人依然还是买不起。更可怕的是，越是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前没有想过要去买房的人却会突然想去买房了。你身边多不多这样的人呢？就是反而会催发了他们的危机感，什么股票比特币都跌得乱七八糟了，还是买房比较安全，不怎么跌，有的地方还涨了，是不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刚好因为房价调整而买得起，他会不会赶紧的去买呢？因为就算有很多人唱淡房市，我们的初心还是一样的，大部分人的家庭观念就是这么根深蒂固，不用那些看好房市的人对他们说，他们自己就会自发的想，如果现在不买房，以后涨了，收入降低了，就会更加买不起了，买了房至少有个保障啊。但很抱歉，这群人还是买不到房子。其实政府不是不想要解决房价的问题，而是一旦让买房的成本降低了，首先追赚的并不是买不起房，又或者是刚好买得起房的那堆人，反而是那些想要趁机抄底的炒房客。你认为房价下跌就不会有人炒房了吗？恰恰相反，你房价跌得越厉害，炒房客就买得越厉害。以前我手上的钱只够我买10套房子，现在房价下跌了，最好它跌一半，那我什么都不用干，我手上的钱就变成了可以买20套了。说真的，换作是你，如果你有这笔钱，难道你就不会去炒房吗？所以很讽刺啊，我常说钱就是一张废纸，会因为不断的印钞而不值钱，但我却一直带着大家去赚钱。为什么？说句不好听的，你没钱的话，房价是涨是跌，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在经济衰退，所有的优质资产都变得很便宜的时候，你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因为你没有现金，没有子弹。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只有创业才有前途，但现在让普通人创业的机会又有多少呢？其实多的是啊，只是你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启动资金。你的老师把你培养成跟你身边的人一模一样，每个月的薪水拿去租房子就没有了一半，不要说养父母了，连自己都养不起。最可怕的是，你还会去贷款买一辆车、一块劳力士、一套名牌的衣服，因为你认为这样才能够追到女生。而追到手以后，你却要让人家陪你一起去吃苦，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让你祖先几万年流传下来的血脉消失了，然后美其名的说是为了自由。而很多女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希望找一个高富帅当老公，结果就是被那些富二代抛弃了。我没有冒犯，但这个确实是我看到真实的世界。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这样的人生才会有底气。你之所以觉得创业很难，是因为你一直跟过去的人比，你跟李嘉诚比做房地产，你怎么比？人家都垄断了整个市场。但是如果你提前跟未来的人比，你提前通过互联网赚钱，那么你就是第一批挖金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华人都真的去拍好莱坞的电影吗？有人说是那边的片酬高，片酬再高你也是赚一次性的钱，拍电影给你片酬，你赚的是主动收入。但是如果这部电影拍完以后，每一年会付你版权费呢？付到什么时候啊？你死了，你以为就结束了吗？不是的，你的子孙依然可以获得版权费，这个就是印钞机。而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弟子运用了我的系统，在疫情经济最差的时候，透过互联网比病毒更可怕的传染力，建立了一个年赚7位数美金的自动化赚钱机器。具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希望可以在我价值300美金的培训营里面毫无保留的把我这些商业机密告诉你。但是留意了，今天不需要300、200、100，甚至连1块都不用，只要你有订阅我，跟我结个缘，你就可以完全免费的走进我的培训营。但是坏消息是，我的团队可能会在这个月把培训营下架，或者是开始收费。如果你不想要跟我擦肩而过，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千万不要听完就算了。
那有的酸民就会说，我是因为害怕大家都出来卖房，导致房价崩盘，这样我的房子也会让我亏钱，所以才会鼓励大家不要卖房的。说实话，谢谢你们的欣赏。如果我的影响力足以影响房价，那我第一件事肯定是希望崩盘的，让我一次性买个够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真心的想要跟有房的有缘人说一声，不要怕，不要因为被人家忽悠下车以后，就再也上不了车了。房价崩盘了，国家和银行比我们更怕。首先，银行是透过放贷来赚利息的，而房贷就是银行最大的资产。一旦房价断崖式的暴跌，银行的债就收不回来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很多房贷衍生出来的次贷产品，超大的杠杆才导致银行破产的。所以你不用怕，当银行破产，其他没有房的人也会跟着破产的，因为全世界的金融制度都会崩溃，大量的企业资金链就会断裂。到那个时候，就不仅只有那些做钢铁啊、水泥啊、化工等等生活随处可见跟房地产相关的人士失业了，那就只能通过不断印钞票才能挽救这样的经济了。美国可以挽救，因为美元霸权了，但是日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所以经过08年的金融危机呢，现在已经不允许搞这种次贷杠杆的产品了。每个人买房贷款之前呢，都会经过银行的风险评估，确保你有能力还得上钱，并且不会影响银行的体系，银行才会借钱给你的。我讲了这么多，所以有的酸民就叫我炒房生。其实我不炒房的，我炒的是股票、比特币，今天买明天就卖嘛。而房子我玩的叫投资，一般我买了以后就不会卖的。你看我之前的影片嘛，我玩的是通过一些砍价的技巧，买卖的时机，在房价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买入，让同样的金额的钱买到最多的房子。我用80万美金就买到价值100万美金的房子，那里面的20万就是我的利润软垫，我叫它叫做安全网。然后我就把房子租出去，这个租金带来的就是我的被动收入。很多人说房子自住就没有风险，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失业，资金链断裂了，还不上房贷，那么你就是瞎搞。所以一定要保持正向的现金流。我房子买了，一般都不会自住的，而是把它租出去，不怕大家消化。我会在蛋黄区，也就是一线的城市的地段买一套房，然后租出去。我自己呢，就会住在蛋白区、蛋壳区，甚至是其他的国家地区，用很便宜的租金租一套小小的豪宅住。反正我自己开车，自己的公司，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上班，在什么地方上班。而现在大多数的情况，我都不会在一个城市定下来的，我只需要有一个干净的地方让我睡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租房的成本极低，而我的每一套房子都会为我带来正向的现金流。你不懂什么是正向现金流，你一定要去看我上一部影片。所以一个人不要局限自己只能在什么地方定居，你出生的地方是你父母选的，但你要发展的地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有钱赚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致富之道。说了这么多，到底如何投资房地产呢？注意看了，我把一些心法都传授给你，这才是含金量最高的内容。记着，我认为的房地产只有一种，就是蛋黄区的房子，是人口会流进来的地方。大家都说日本的房价崩盘了，但你知道东京的房价一直暴涨吗？你看到日本的房价下跌，我看到的是日本的房价上涨，因为我关注的只会是蛋黄区的房子，而你关注的是那些很便宜蛋壳区的房子，因为那些你才有机会买得起嘛。详细的原因，你去看我那100多万人观看的影片吧。我真正想要说的是，记着，蛋是买，旺是卖。用巴菲特的话来讲，就是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正确的投资是要逆反人性的。什么是蛋？就是大家都不敢买房子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也就是现在。其实很多蛋黄区都有被低估的房子，你要做的就是带上一把锋利的刀，然后大胆的去砍价，往9折、8折的去砍。你不要去理会那些房东和房仲怎么看你，你的语气就坚定一点。你不懂怎么砍价，就打开电脑看看网上那些唱淡房市的人是怎么说的，然后直接把他们的话原封不动的说出来，对吧？把那个房东吓死。你不断的去放大那些想要卖房的人的痛点，我跟你说，这个时间点想要卖房的人呢，通常都是被吓出来的。
你自己一个人口才不够的话，你就跟那个房东说，如果我能够8折买得到，我愿意付给你更高的佣金，那么就会变成2个人站在你这边帮你去谈判，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去看房的，你才会知道真实的房价是多少。比如说现在挂盘出来的房子是100万美金，但是你亲自去谈到80万，那这个80万才是这个房子真正的价格，然后你才能够发现原来你是有能力去购买的，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一开始的时候你想要摸清那个地段的房子价格，你不要以买家身份去问那个中介，比如说房东他想要卖一套房，本来开价只是100万，而房仲报给你的价格呢却是120万，等于说他留了一个砍价空间给你，然后经过你一大轮的砍价，你砍到了110万，你觉得很满意就成交了，这时候其实你就多付了10万了，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第一次打电话过去，你可以用卖家身份去问那个房仲，我的那套房子值多少钱啊？那个房仲图的是什么？成交嘛？他报太高的价格会卖不出去的，就成交不了了，成交不了他就没有佣金了。所以房仲报给卖家的价格呢，是肯定是偏低一点的。那么你就会大概知道你想要买的那套房子最低有可能是砍到多少钱了，能够听懂吗？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一套房子值多少钱是怎么看的。记着你在看房之前呢，要去看过去的成交记录，成交价代表的就是最后卖出去是多少钱嘛，也就是买家和卖家一起达成共识的价格。比如说今天我想要买一套在曼哈顿30楼有3个房间的房子，那我就会去参考同样的户型，25楼的成交价是什么，33楼的成交价是什么，那么我大概能够猜出来，我想要买的那套30楼，它的价格应该是在25楼和33楼之间。如果价格低于25楼，说明我买的更便宜了；如果比33楼贵，那我就要砍价了，甚至是不买了。懂我的意思吗？整个游戏玩了就是大富翁，你今天还没有房的，就跟你的兄弟姐妹多玩几篇大富翁，用心的去领悟游戏发明者想要传递给你的道理。谁霸的地盘比较多，谁就是大富翁。你紧握着钞票，这些钞票最后就会成为别人的钞票。但也不是说钞票不重要，你有钞票才能买得起优质的房产。所以各位兄弟姐妹，你想要拥有财富，就必须要校正你之前以往没有赚到钱的观念。一个人就是你自己观念的产物，你在你观念的指引下行动的，你一定要承认模式的选择是远远大于你的努力的。虽然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要很努力，但努力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框架是大于努力的，如果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进一步。而自媒体创业是一个真正让你努力越少，回报越多的事业。我想要请问，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人，他做什么还可以比 YouTube 自媒体创业还更能赚到钱呢？有的话你告诉我。电商我自己有做，广告成本就是普通人最大的门槛。开实体店，你敢要拿你毕生的储蓄去付员工的薪水、店租、囤货等等的钱，去赌你创业成功吗？这不是一门生意。对我来说，一门生意是必须要零成本的。我们玩的是 YouTube 上有25亿人，每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有25亿。哪怕只有1万人给你100块，你都有100万。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看不看到趋势，也决定了他是平还是负。自媒体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人类已经慢慢完全生活在互联网了。你会发现有无数无名的小孩已经通过自媒体把他玩玩具的过程拍成影片，连赚几个亿美金了。有人在网上唱歌跳舞能够赚到钱，有人在网上卖火锅能够赚到钱，有人在网上卖衣服能够赚到钱，有人在网上真的只是装傻也能够赚到钱。化妆、表演魔术、打球都能够赚到钱，赚钱真的太简单了。各位，万物皆可做自媒体啊，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用一个系统化的教学来带着你，让你直接去复制他的思维方法还有结果。我的弟子只要建立好自媒体这一项资产以后，只要有人点击他的影片，他就会有被动的收入。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广告费，其实不是的。因为这样只是替 YouTube 打工，我们要做的是互联网上做生意，而 YouTube 只是我们选择的平台去搭建我们的品牌，而这个品牌完全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你可以无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赚到的钱完全是属于你的。
我们人一天工作最多8个小时，而互联网是7天24小时帮我们自动收钱的。也因为如此，我们不是说赚到了财富却没有了自由，我们是把被动收入赚来的钱拿去投资房地产，再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那具体是做什么，怎么做呢？我告诉你，就算你不懂营销、互联网设计，没钱、没人脉、没资源，甚至你想要跟我一样低调的不露脸，只要你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都会给你一套训练系统，你直接融会贯通的复制和套用在自己的身上就可以了。你不懂的，你可以投资自己的大脑，在我们这里慢慢的学，可以无限的重播，我会永久带着你去创业。你没有的，我去帮你建立。如果说要买豪宅，身边才能够认识到富人的话，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群组，里面都是已经成为了富人或者即将成为富人的我的弟子。我们大家会互相分享资源，互相抱团。我的目的是把一堆有行动力并且高质量的人聚集在一起，以后合作做更大生意。另外，你现在加入还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会籍，你直接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你还会获得我价格上很大的优惠。但是这些优惠我们真的要取消了。之前是因为想让更多资金还没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加入我们大家庭，而现在因为内容将会大幅度的更新，所以很多大礼包和优惠将会取消。所以有兴趣想要成为我弟子的，学到我看家本领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加入吧。那什么时候可以卖房呢？刚才说了，旺是卖，什么是旺季呢？一年里面新年之后会比较旺，因为新年之前呢，很多人都会拿到分红，拿到年终奖，他们手里面的财富就会增加了，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买房，那这就是我们卖房的时机。而现在你可以去等到美联储停止升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美联储一定都要说可能不再升息了。这消息一出呢，一些聪明的钱已经流入到股市里面，美股也开始反弹了。当美联储一旦降息，资金就会重新流回到市场里面。如果说升息是这次房价回调的原因，那我们去看历史，每一次美联储降息，房价都会暴涨。我不是说在预言，只是换作是我的话，反正都等了这么久了，为什么我一定要现在卖房呢？那么你想要学抬价和砍价的技巧的话，可以给我留言啊，反应热烈的话，以后我专门拍一部影片，教大家更多买的便宜卖的贵的技巧。所以一个人要看到房地产的本质，你才可以看到投资和赚钱的机会，少一点去表达自己你买不起的情绪，多一点理性的思考一下，我怎么样才能够买得起，这样你才可以在这次财富大洗牌里面跨越成为富人的阶级，同时呢也避免自己被洗走。当风口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躬身的入局，而不是去咒骂那些什么买房客，想办法要去加入我们。我们要顺势而为，顺国运而为，不要做历史的见证者，要做历史的受益者。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